这个像表情包的生物，你知道它是从何而来吗？他曾经也是一名英俊帅气的小鲜肉，如今却变成了表情包。你知道是哪种表情包吗？聪明的小伙伴评论区里已经打出，不聪明的却还在犹豫。他那呲着牙的樱桃小嘴，一口就将月球咬出个无底洞，速度更是快如闪电，1秒钟环绕地球2圈半。他来到3年一班当班主任，利用影分身帮助学生们辅导作业。当学生有生命危险时，他还利用自己的能力解救学生。就是这样优秀的老师，而学生们却做梦都想杀死他。只因击杀者可获得国防部的100亿奖金，一旦任务失败，皮蛋老师则会毁灭地球。哦，对了，竟然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，大拇指加鲜花可以触发隐藏特效，长按点赞3秒更有彩蛋特效哦。眼瞅着离期限越来越近，任凭学生们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无法暗杀成功。而一名顶级女杀手却对自己此次的暗杀计划充满信心。如果武力征服不了，那就色诱吧。不久，学校就举行了校庆活动。为了麻痹对手，他逮到一个男人就是拱白菜。男人被拱得生无可恋，脸上都满是印章，只为校庆活动拉人头。因为校庆活动人越多，越能增加暗杀的成功率。随着表演的正式开始，下面聚集了很多吃瓜群众，而皮蛋老师则变成了一颗水蜜桃。纵然学生们拿着小刀挥砍，也无法伤他分毫。狙击手则埋伏在暗处伺机开枪。皮蛋老师一个瞬移就来到身前，将小伙吓了一跳，还被拉上舞台表演大闹天宫。然而当女杀手准备上台时，她的表演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而另一边，3名女学生被几名校霸欺负，准备拍个制服写真啥的。此时皮蛋老师扮演成玩偶，将校霸们一顿暴揍，成功的救下自己的学生。酸菜让老师帮他搬东西到仓库，殊不知这却是他的陷阱。只见他头上长出2只黑色的触手，用白布将皮蛋老师困住，这些白布可对老师造成伤害。酸菜在空中挥舞着触角攻击老师，水管被打破，大量的水喷涌而出，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行动。此时他的耳边出现刺响，无奈停止了攻击。原来酸菜是皮蛋老师女友的妹妹，此刻他的眼神中满是仇恨，更把皮蛋老师当成了杀人凶手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表情包老师曾经也是个人类，他在杀手界是号称死神般的存在，曾经一人杀死了1000人。然而在一次任务中，他被坏人给暗算了，随后被人带往实验室，成了反物质研究的白老鼠。如果实验成功，他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，让人类彻底摆脱对石油和核能的依赖。负责此项实验的正是川西博士，而派来监视他的就是雪村老师，他更是3年一班的班主任。随着实验的进行，皮蛋老师的身体慢慢发生变异，手指也变得如触手般。这天，雪村隔着玻璃向他炫耀圣诞晚会的礼服。好家伙，这不是赤裸裸的制服诱惑吗？差点要了皮蛋老师的老命，鼻血如喷泉般乱喷。待雪村察觉到异样时，小脸更是羞得通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两人日久生情，双方彼此爱慕对方，无奈中间却隔着玻璃。此时皮蛋老师却身上发生奇异变化，无数细丝从体内钻出，并顺着洞口穿过玻璃，并幻化为若有若无的手臂，轻轻抚摸着雪村的脸颊。然而这天意外发生了，一只反物质的老鼠竟将月球炸出了大洞。川西博士推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皮蛋老师也会发生爆炸，到时地球将迎来毁灭。川西博士启动了爆炸程序，只听一声巨响，雪村老师受到了致命伤害。纵然皮蛋老师精通高超的医术，也无从医治。在他弥留之际，拜托皮蛋老师照顾好3年一班的学生。皮蛋老师悲痛欲绝，但这一幕却恰好被酸菜看见，他误以为是皮蛋老师杀了姐姐。为了强大的能量，他往身体上注射了反物质的药剂，并混进了3年一班。为了复仇，他不惧生死。这天，他头上的2根触手燃起烈火，对着皮蛋老师就是一阵疯狂输出。为了不伤害酸菜，他只能不停地躲闪，并幻化影分身向同学们寻求帮助。如果继续这样战斗下去，酸菜就会被触手榨干生命力而死，必须尽快将他体内的触手拔出。随后他故意露出破绽，让酸菜的触手击中自己，而赛文则趁机从背后抱住酸菜，吧唧就是一口。酸菜瞳孔瞬间放大，这口气愣是将他熏晕了，2只触手也软了下来。皮蛋老师则趁机拔掉了触手。他是拥有死神称号的顶级杀手，一人单挑1000人都不在话下。为了国家的伟大复兴，他充当小白鼠为国家做科学研究，却变成了有着笑脸表情包的怪物。明年的3月就是他身体自爆的日子，爆炸威力可比核弹还强上100倍，足以毁灭地球几10次。为了解救皮蛋老师，同学们利用智能机器人调配了解药，而这边的国防部却慌得一批。他们利用镭射卫星在学校上空布置了生物屏障，将皮蛋老师关了起来，并且在25小时后就将他彻底摧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同学们对皮蛋老师早已有了师生情，他们决定去解救皮蛋老师。一行人来到学校，却发现外面全是军队。就在此时，英语老师扛着火箭炮来了，一炮就轰烂了卫星装置。英语老师用火力吸引着军队，同学们则趁机跑进教室，将解药交给皮蛋老师。纵然知道这解药也许并没有用，但皮蛋老师还是将它一饮而尽。同学们劝他赶紧逃吧，然而现在根本就逃不出去，外面的屏障密不透风地包围着他。但为了表达对同学的感激之情，他给每个同学都制作了毕业证书。就在此时，
课桌被一只触手劈成了2半，来者是川西博士，此刻他头上已满是触手，而皮蛋老师则将学生护在身后。只见川西不停地给自己注射药剂，仅片刻功夫就注射了几十瓶药剂，转眼间他就变成了怪物。仅1回合，皮蛋老师就被削掉半个身体，一鞭子将老师甩飞出去，并重重摔在地上。随后怪物飞上半空，对着皮蛋老师就是一顿猛戳，直戳了7794下，皮蛋老师被戳成了马蜂窝，并摔在地上。然而皮蛋老师还是强撑身体站了起来，因为他要保护身后的学生，但两者实力悬殊巨大，他被怪物用触手拍倒在地，并一把将他提起后，又是一顿疯狂打击，触手如雨点般落在他身上。此刻老师已奄奄一息，就在怪物准备发出致命一击时，酸菜挡在老师身前，不曾想却被怪物用触手刺死。这下他彻底怒了，黄脸愣是变成了黑脸，胸前出现一道金光，并向怪物喷射出一道激光，怪物瞬间变成了渣渣灰。皮蛋老师将酸菜带回教室，用自己仅剩的力量替他疗伤，不曾想竟神奇复活了他，而老师也虚弱地倒在地上。他自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即将灰飞烟灭，向同学们交代了最后的遗言，现在是射杀他最好的时机。然而同学们却举手表决，没一人肯再射杀老师，这让老师满脸欣慰。同学们都围坐在他身边，随后老师化为点点星光，在空中慢慢消散，直到光芒彻底消散，同学们全都悲痛不已。而赛文则成了学校的老师，只为引导教育那些不良少年。试问你身边有这样优秀的老师吗？